在众多都市剧与偶像剧充斥荧屏的当下，《我的山与海》以极其罕见的现实质感脱颖而出。这部作品并不追求浮华的浪漫与夸张的情节，而是将镜头对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挣扎与奋斗。由实力派演员星号谭松韵、星号领衔主演，该剧在选角阶段便奠定了真实可信的基调。她不再是观众熟悉的甜美少女，而是化身为历经沧桑、不断蜕变的女性创业者。本剧将于3月7日晚在星号 CCTV8 电视剧频道星号黄金档播出，并在星号优酷星号同步上线，覆盖不同年龄层与地域观众。我的山与海不仅是一部电视剧，更像一部时代纪录片。它记录了改革开放浪潮下普通人的选择、迷茫、失败与重生，让观众在剧情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在人物身上找到前行的力量。方婉之的成长环境看似完美无缺，出生在贵州山区，却生活在富裕家庭，从小衣食无忧，备受宠爱。她的人生仿佛被提前写好剧本，读书、恋爱、工作、结婚，一切顺理成章。然而，这种安全感实际上是一种脆弱的幻想。进入大学后，她意外得知自己并非亲生女儿，而是被收养的孩子。这个事实像一记重锤，击碎了她对自我身份的全部认知。她开始怀疑，我是谁？我属于哪里？我是否值得被爱？这种身份危机不仅让她陷入自我否定，也让她第一次直面人生的不确定性。从被保护者到孤独者，她必须重新构建对世界的理解。这一段剧情深刻揭示，真正击垮人的往往不是贫穷，而是信念的崩塌。当身世秘密被揭开后，爱情也随之瓦解。曾经温柔体贴的男友，在现实与偏见面前选择退缩，用家庭背景不合适为理由结束这段感情。对20岁的方婉之来说，这是一次彻底的精神打击。她失去了恋人，也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。她不再相信承诺，也不再相信所谓的永远。更残酷的是，这种伤害并非来自陌生人，而是来自最亲近的人。这让她对人性产生怀疑，对感情心生恐惧。剧中通过大量细腻的心理刻画，展现她在深夜独自流泪、反复自责、逃避现实的状态，让观众深切感受到年轻人在情感挫败后的无助与脆弱。但正是在这段黑暗时期，她开始学会独立思考，为日后的蜕变埋下伏笔。在最迷茫的时刻，方婉之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，离开熟悉的一切，前往深圳闯荡。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象征，这里没有人情关系，只有能力与结果。他带着几十块钱、一张车票和满腔不安，踏上南下列车。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象征着他与过去的彻底告别。这一选择意味着孤独、贫穷和不确定，也意味着自由、重生与希望。他不再依附家庭与他人，而是第一次为自己负责。这种勇气是无数普通人改变命运的起点。这一段旅程不只是地理迁移，更是精神觉醒。初到深圳，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。他进入电子厂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，每天10几个小时重复劳动，双手磨破，双脚浮肿，住在拥挤的宿舍，听着机器轰鸣入睡。曾经的优越感彻底消失，他学会排队、忍耐、妥协。但他没有放弃自我成长，白天工作，晚上自学英语、商业知识，为未来积蓄力量。这一阶段让他明白，尊严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靠实力赢来的。无数普通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在他身上集中呈现，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。在工厂里，方婉之结识了李全与郝谦，三人性格互补，目标一致，很快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。李全负责外联与谈判，善于抓住机会；郝谦精通财务与投资，冷静理性；方婉之负责统筹与执行，坚韧果断。他们从零起步，摆摊、代工、跑业务，在失败中学习，在挫折中成长。创业路上没有掌声，只有压力；没有捷径，只有坚持。三人之间既有争吵，也有扶持，更有生死与共的信任。
这种关系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资本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毁灭性打击，资金断裂，订单取消，几乎破产。同时，他们还遭遇骗局、恶性竞争与性别歧视。作为女性创业者，方婉之常被质疑能力，被拒之门外。但她用专业与成绩回击偏见，一次次失败让他们学会理性决策、风险控制与团队协作。剧中用大量真实案例还原创业环境，让观众理解成功背后的代价。真正的强者不是不失败，而是失败后依然站起来。本剧以三生哲学为思想主线。星号星号天命，星号星号出身无法选择，星号星号使命，星号星号人生靠自己书写，星号星号修身，星号星号知识改变命运。方婉之从依赖家庭到依靠自己，从迷茫少女到成熟企业家，正是三生哲学的最佳体现。她用行动证明，环境可以限制起点，但无法封锁未来。这种思想不仅属于角色，也属于每一位观众。为了贴近角色，谭松韵彻底颠覆形象，素颜出镜，晒黑皮肤，学习方言，体验工厂生活。他用身体与情感去理解角色，让表演充满生命力。剧中还汇聚了实力演员，星号星号王景婷，星号星号是养父，星号星号刘伟，星号星号是生父，赋予家庭线深度与温度。编剧星号星号郭景瑜，星号星号与导演星号星号白涛，星号星号精心打磨细节，还原90年代深圳风貌，让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历史感。当方婉之站在人生巅峰，拥有事业、财富与社会地位时，她并没有沉溺于成功带来的荣耀与安逸，而是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选择，回到家乡。这个决定看似简单，实则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因为回乡意味着放弃更高效的商业环境，意味着投入周期漫长、回报缓慢的乡村建设，意味着重新面对贫困、落后与现实困境。但正是这样的选择，让他完成了从成功者到引路人的蜕变。他深知自己之所以能够走出大山，不仅仅是靠努力，更是时代给予的机遇。因此，他希望把这种机遇重新带回给家乡的年轻人。在剧中，他引入现代化产业链，建设加工厂，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，推动教育改革，资助贫困学生，让更多孩子拥有改变命运的可能。改善基础设施，修路、通网、通电，让偏远山区真正连接世界。这些细节的刻画，让观众看到，成功不再只是个人荣耀，而是一种责任的延伸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阶段的方婉之完成了内心的真正和解。他不再逃避自己的出身，不再为来自大山而自卑，反而以此为骄傲。他终于明白，正是这片土地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，正是曾经的贫瘠磨练了他不屈的意志。从想要逃离大山到选择回馈大山，他完成了精神层面的圆满闭环。这一结局也让整部作品的主题得到升华。真正的成功不是走得多远，而是走远之后是否愿意回头点亮他人的路。正因为如此，我的山与海的终章不只是一个人物的归宿，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。让奋斗有温度，让成功有方向，让梦想最终照亮更多人生。我的山与海是一部关于成长、奋斗、信念与责任的时代之作。它让我们相信，出身不是标签，失败不是终点，坚持才是答案。这不仅是一部电视剧，更是一封写给奋斗者的生命情书。